告全国同胞书，彭在州，全国军人武警同胞们，全国警察同胞们，全国各行各业的同胞们，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。上一次大变局还是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，推翻共和，宣布接受帝位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11日，习近平操纵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枪口下投下了屈辱的选票，将宪法中的主席任期进行了清零，改成后患无穷的终身制。同胞们，从2000多年封建帝制结束的1912年到实现共和110年后的今天，从1978年改革开放44年后的今日，中国人民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。如果我们沉默，纵容习近平搞独裁终身制，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可能灰飞烟灭。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，再一次穿越到封建王朝，我们的财富将在内耗中清零，我们的自由将在内斗中送进牢笼。如果进行宪政改革，阻止习近平非法连任，我们在经济上继续突飞猛进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；政治上，我们将进入文明和谐的自由民主社会，每个人都不必人人自危，不必看着独裁者战战兢兢的苟且。一个自由、民主、繁荣、富强的新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向往和愿望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离不开全国所有人民的努力，更需要人民子弟兵和警察的正义支持。因为中国是14亿人的中国，不是独裁者的私有财产；中国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，不是习近平的打手；警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，不是习近平的保安。习近平口口声声为了人民，实际只是欺骗百姓的谎言。他的一切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皇帝梦、领袖梦，这就是他的中国梦。他已经不能代表国家，已经不能代表共产党，已经不能代表人民。从宪法清零的那一天起，作为国家主席、党的总书记、军委主席已经完全失去合法性。习近平不仅从法律上失去了作为一国之主的资格，从能力上也不具备治国理政的水平。看看过去10年的表现，无耻无德。作为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通过选票授权的，仅仅因为幸运捡到了主席印玺的接班人，吃着前几任领导积累的老本，就像一个富二代，带着大金链子纹着身，恐吓人民，威胁全世界，整天吹着自己的牛皮，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任何贡献，却把中国社会推进中等收入陷阱，在政治上开历史倒车，以袁世凯为导师，做着不穿黄袍只穿透明西装的皇帝梦，大搞个人崇拜，无德无能，却把自己伪装成人民领袖。丘吉尔曾说过，当领袖站起来，人民必然跪下去，事实的确如此。从规定政治局委员需要向他述职，到要求军队和各级领导对他绝对忠诚，从网络删帖封号到残暴打击各种意见人士，无不显示他那不受约束的权力的韧性。显然，习近平册封自己为人民领袖和军队统帅，仰仗着军队的枪杆子，把子弟兵变成了自己的打手，把警察和武警当成了自己的保安，无知无能。从用左手敬礼到念稿错字连篇，从各种前后矛盾的经济政策，再到毫无逻辑的政治思想，从空洞乏味的宣传口号，再到违反科学和人性的防疫措施，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习近平的无知。自上台那一天起，开始各种折腾，以产业升级之名暴力驱赶所谓的低端产业、低端人口，以环保之名关停多种实体企业，以共同富裕之名打击民营经济，用纳税人的钱财搞雄安新区，搞一带一路，高价引进低端留学生，各种外国撒币砸钱买好评，又因为修宪搞独裁与发达民主国家对抗，面临经济脱钩和产业链断裂危险。所有这一切，百姓没有得到任何实惠，大中型企业裁员，工人失业，小微企业倒闭，小老板破产，外贸订单流失，政府债台高筑，国库空虚，偷摸印钞发债，抢劫百姓财富等等。现在又以防疫之名将百姓关进方舱、集中营，不但洗劫财富，还绑架人身自由。为何如此折腾百姓？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学识浅薄，能力平庸，根本不懂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、社会运行法则，既自负又无能，正所谓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；二是
为了在20大上获得非法连任，为穿上皇帝的新装，以北朝鲜为榜样，金正恩为导师，正悄悄地将国门关闭，将百姓赶进圈里，让百姓失去自由，幻想人民失去反抗机会和能力，强行承认非法连任的合法性。但是他想错了，人民不会让独裁者如百分号愿，人民军队更不会让习近平得逞。对于当今的中国，安全威胁已经完全不是外敌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有榜眼级的军事实力，天上有卫星战机，海上有航母潜艇，既有洲际导弹，又有核武器，对任何外敌都有令对方瑟瑟发抖的威慑力量。当习近平忽悠我们说欧美列强侵略中国，奴役中国百姓时，绝对是在为自己的治国无能找借口，为自己想要非法连任转移视线。作为对比，看看习近平眼中的榜样国家朝鲜，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根本不存在外敌入侵，真正侵略朝鲜人民利益的是以金氏家族为首的权贵阶级，奴役朝鲜人民的既不是南韩也不是美帝，就是他们的所谓领袖奴隶主金正恩。愚钝无力才引起八王之乱，又因为八王之乱才导致国力衰弱，最后引来五胡乱华。同样，正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腐朽傲慢，思想上不思进取，才导致国力军力衰弱。但是嘴巴又极具战狼精神，昏庸慈禧可以同时向11个列强宣战，最后导致8国联军侵华，进而间接导致清朝灭亡。而同时期的日本，经过明治维新改革，学习西方现代文明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，曾经的中国小弟俨然成了随意捏拿中国的大哥。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，威胁人民利益的不是外敌，而是内贼。真正的侵略是腐败，真正的压迫是专制，真正的奴役是独裁。所以，反腐败就是反侵略，争取投票权就是反压迫，阻止独裁国贼习近平非法连任就是救中国。在这里，我们想对全国同胞们说，军人同胞们，你们是人民军队，不是独裁者的打手；警察同胞们，你们是人民警察，不是独裁者的保安；党员同胞们，你们是共产党的主人，不是独裁者的党奴，不要做独裁者的帮凶；媒体同胞们，你们的责任是监督政府传播普世价值，不是为权贵唱赞歌的喉舌；失业破产的同胞们，你们本可以自食其力，不应成为习近平治国无能的牺牲品；企业家同胞们，你们是创造价值的纳税人，不是任权贵宰割的唐僧肉；公务员同胞们，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，不是独裁者的监工；大学生同胞们，你们是祖国的未来，不是独裁者培养的家丁；知识分子同胞们，你们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园丁，不是为独裁者洗脑的工具；全体同胞们，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。如果我们沉默，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独裁者的奴隶。为了可以投票竞选，为公平正义，为自由民主，为我们自己，更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，让我们来一场新的护国运动。我们可以罢课和平抗议，我们可以罢工和平抗议，我们要一气呵成，罢免独裁者习近平。我们要直接选举一个没有谎言、受公民监督、可以被弹劾的新主席。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奴役的社会里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，走向天安门，走进中南海。在此强烈呼吁军人和警察同胞们，希望你们像蔡锷、李烈钧、唐继尧等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一样勇敢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不要为独裁者卖命，不要为独裁者当炮灰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效忠的是宪法，是全体公民，并不是某个党或者某个人。如果对党效忠，那就是党卫军；如果对个人效忠，那就是打手。当今世界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都不会效忠于一个党派或者个人。试想，如果美国军队只对民主党效忠，意味着民主党只挥枪，那么他们就会立刻把枪口对准共和党，马上变成一党专制社会。既然民主党的枪杆子可以对准共和党，也就可以对准任何其他反对党，也就可以对准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其他公民。那么美国的民主瞬间消失。再如果美国军队效忠拜登，那么美国
瞬间就变成了拜登一人独裁社会。同样，韩国总统轮流换，军队效忠宪法永不变。正是因为朝鲜军队绝对效忠于金正恩，军队必然充当了金正恩的打手，才有了金氏家族世袭奴役朝鲜人民的力量。在106年前护国运动中的主角蔡锷将军，已经在道德与道义中的做出了正确选择。蔡锷将军是所有军人的榜样，在国家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，他勇敢地选择了国家大义。家境贫寒的蔡锷赴日本留学，袁世凯拿出1000大洋为蔡锷助学，显然有恩于蔡锷。当袁世凯促成清王朝交出王权，和平进入共和政体，蔡锷对袁世凯更是敬佩有加。同样，袁世凯对蔡锷也非常器重，给予各种高官厚禄。当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，推翻共和的时候，蔡锷将军毅然决然地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发动了护国战争。在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梦后，黯然退位。可以看出，蔡锷在关乎国体国运的道义面前具有坚定的人格底线，在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道德观念中，蔡锷在精神上没受到任何束缚。正是这种正义凛然的行为，使得蔡锷将军流芳百世，实现了伟大称帝中国梦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却遗臭万年。今天，中国的每一个将军，每一个战士，你们又回到了像当年蔡锷讨伐袁世凯的历史抉择中，只是由窃国大盗袁世凯变成了做着现代版皇帝梦的窃国贼习近平。今天，我们最强烈的呼吁人民子弟兵同胞们、武警同胞们、警察同胞们，当底层百姓为了生活、为了工作走上街头游行时，当人民群众为了公平正义走上街头抗议时，当高校师生为了自中民主走上街头理课时，当全国所有中民主走上街头罢课时，当全国所有同胞为了反独裁反专制走上街头行动时，希望你们站在全国同胞一边，不要听从独裁者的命令，不要服从镇压者的指挥。当任何人下达逮捕和镇压平民的命令时，他就变成了杀人犯和刽子手。无论你是普通士兵还是各级军官，都有权反抗，有权反击，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你们是人民子弟兵，不是独裁者的打手。你们的枪口应该对准外敌，对准侵略者，不是对准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兄弟姐妹。你们要像当年蔡锷讨伐袁世凯一样，勇敢地加入人民的队伍，加入全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护国运动，为建立自由民主、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行动。